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聊一个可以说非常核心的美德，那就是勤劳做工。你可能会觉得这不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吗？但其实啊，往深了说，它简直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所在。你看，箴言里有这么一句话，我觉得特别好，一下子就点明了主题：不劳而获之财必然消耗，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。这话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说啊，那些来得太容易、太快的财富，往往守不住。反而呢，那些靠着自己一点一点踏踏实实努力积攒起来的，才会真正的增长，越来越厚实。这一点我们得先记在心里。而且啊，这还不只是个建议哦。你看罗马书里说，殷勤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。这就不是在说勤奋是个好主意了，这简直就是一条直接的命令。他把勤奋直接提升到了一个属灵责任的高度，是需要我们带着火热的心去履行的。好，那为了把这个道理说得更透彻，我们来看一个耶稣亲口讲的比喻。这个故事啊，可以说是把行动胜于言语这句话给解释得淋漓尽致了。故事是这么开始的，有个父亲，他走到大儿子面前，对他说：我儿，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。你看，要求非常简单直接。那大儿子怎么回答的呢？就3个字儿，很干脆也很直接，我不去，就这么给回绝了。但是呢，事情到这儿还没完。后来呀，这个大儿子自己心里觉得不对劲儿，他后悔了，而且他不是光后悔，他还真的去了葡萄园。然后呢，这个父亲又去找他的小儿子，提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要求。小儿子的回答听起来可就顺耳多了。他说：父啊，我去。哎，听起来是不是很顺服，很完美？但问题就出在这儿，他嘴上说的好听，结果呢，他根本就没去。他的话和他的行动完全是两码事儿。所以这就引出了这个比喻最核心的一个问题。当时耶稣问在场的人，现在呢，我们也不妨想一想，你们想这2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？好，那现在我们就来揭开这个比喻背后真正的含义。要知道，这可不是只是一个讲家庭琐事的故事那么简单。当时在场的人，包括那些宗教领袖法利赛人，他们都答对了，都说是那个大儿子。但是耶稣接下来说的话，那可就相当震撼了。他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。所以你看，这个比喻的象征意义就很清楚了。那个光说不练的小儿子，代表的就是那些法利赛人，他们嘴上说的都对，但就是不去做。而那个一开始说不，但后来后悔了，真的去干活的大儿子呢，他代表的就是那些所谓的罪人。他们起初是悖逆的，但后来他们真心悔改了，并且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。就像马太福音里另一处说的，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，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。这话说的就是这个问题，言行不一。所以你看，最终的衡量标准看的还是行动。所以这个原则就不只是针对那个比喻了，它告诉我们一个更普遍的真理：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换句话说，关键不在于我们嘴上怎么说，而在于我们实际上怎么做。那聊到这里，我们就能看出来这个道理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？那就是天国里啊，可没有懒惰的人，神的国是为勤劳者预备的。你看这几点说得很明白，人呢，不可能舒舒服服飘飘然的就进了天国，也不可能懒懒散散的躺着就进去了。天国是为那些努力的人预备的。说白了，天国里没有闲人，只有踏踏实实做工的人。箴言里还有一句话，把这个道理讲得特别实在：诸般勤劳都有益处，嘴上多言乃至穷乏。意思就是，只要你踏踏实实地干活，总会有收获。但如果你只是耍嘴皮子，光说不练，那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穷困。其实啊，你看看大自然就明白了，植物是不会说话的，对吧？但他们会用行动来证明自己，他们会结出甜美的果实，这个果实就是它全部的语言。所以你看，大自然都在教我们一个最朴素的道理：
行动永远比言语更有力。箴言里说，义人的勤劳致生，恶人的尽相致死。这句话把勤劳和生命直接挂上了钩。你看，义人靠着勤劳走向的是生命，而恶人呢，他们那些不义之财带来的却是罪和死亡。这里面勤劳工作的正面意义就很明显了。所以，一个信徒的承诺其实可以归结为2点，非常清楚。第一，就是坚决不做，天父禁止我们做的事，我们一件都不能做。第二呢，就是殷勤顺服，天父命令我们去做的事，我们不光要做，还要尽我们全部的力量去做。所以说到底呀，光是知道什么是对的，那还远远不够。一旦我们知道了，就必须用上我们全部的力气，向着那个目标直跑，就像赛跑一样，全力冲刺。